拜托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在 TVBS 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的活动。没错，只要通过意志考验呢，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啦。今天乡里谈到的主题是什么呢？今天主题是文字表达艺术大师，欢迎5位大师。哦，欢迎大师们。哇5位都帅哥美女了啊！是的，接下来首先介绍最帅气的奶爸卢彦泽，你好。是知名演员啊，出过料理书哦。家里的伙食都你准备对，吗？只要不拍戏的时候，因为很闲，不拍戏很闲，就是老婆去上班，那我就是接小孩回来，然后煮菜。然后煮菜给他们吃，照顾全家大小。他的太太爱他不是因为他的外形，是他的料理。对，他抓住太太的胃。外形也有，外形有，今天 Tony Stark 哎。有今天很帅，有。太厉害了！来，接着介绍第2位是海苔熊。海苔熊是两性心理专家、专栏作家，而且还有广播，对吗？但不是童话哦 ，Podcast 童话故事不是给小孩子听。可是 Podcast 的话呢，没有限制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10几岁在听呢？我其实那个后台都可以看到听的人，虽然我是讲童话故事，但是都是给年纪稍微长一点，可能20到40岁。那因为故事有很多隐喻，比方说瓜哥知道睡美人为什么会睡着吗？他被下毒？不是，他被纺锤，他被纺锤啊，对啊，纺锤戳到手，对，然后就流血。是，那为什么纺锤的形状是棒状呢？那为什么戳了会流血？他在暗示他本来要想干嘛，结果睡美人就是其实听起来好像很色嘛，对不对？但它意味着说，女生在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有某种受伤，然后这种受伤是一个蜕变的过程。哦，好深哦！是说被男子伤害？不一定啦，我讲的比较浅呐。接下来介绍聂远，他把那个台湾所有的什么记者会外面的什么要有外国人的这些，都是他。他来一个曲爱玲就吃光了。没错，可是有的时候当主持人回家的时候就会不太想讲话。那聂云哥回家会不会也是累累的？我不会，我其实说实在，我话还应该基本上算多的了。但我就觉得比较懊恼的是，我回家讲，孩子都不愿意听。常常讲说，你可以讲快一点，好不好？讲完就不要再讲了。我就想说，你知不知道人家是付钱叫我讲话的哦？你搞清楚哎。对，我跟他们讲，他说：“Dad， 现在没有给你钱，你就不要再讲了。”然后小孩子说：“除非你给我钱，我就听。”对，跟爸爸一个样哎。你说这气人气不气啊？是。接下来介绍这个畅销作家曾阳晴教授。博士好，一直在写书，一直在创作。那是以前呐。我看很多人写书会跑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，或者在咖啡屋待一整天。我以前写书是公务员式的，早上8点开始写，然后中午休息一下，然后写到5点我就到，然后我就去打球。你的灵感随时都有。不需要灵感的吗？靠灵感早就饿死了。所以你是早有胸有成竹在写的。是，就是每天一直写，然后当然也有很多 input 就一直写。是啊，好厉害哦！就是那个场景，是吧？就是那什么阿尔卑斯山呐，什么塞纳河旁边呐，那些都是骗人的，都是骗人的，是不是？厉害的人。因为我有一阵子是当专业作家，对，你每一年有一定的量，所以就一直在写。对。厉害的人就是文思泉涌，随时随地。你讲话很实在，没错，就是厉害的人。是老师，对。好，接下来介绍是我们减脂瘦身。什么叫减脂瘦身？就是拿着纸一直减的那种，减的瘦啊、洗啊那种。减脂啊，减脂瘦身营养师廖心怡，欢迎心怡。对，现在提倡是健康便当。对我其实是从医院离开医院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做那个健康便当。对，那那个是前期的工作，那现在是作家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带来2本书，谢谢，是瓜哥。对，好，这是我最需要减脂的哈。日式健康料理，为什么特别做日式啊？对，其实这是第4本书，那这本书是跟那个一个日本料理达人Katsu他一起合作的，就是我比较负责专业的部分，然后他是用这个减糖的专业把料理做出来。那因为我们想要做日式料理很容易不到位，然后又日式料理很多糖，但是要把它做成减糖料理的话，就需要做一些调整。对，这看起来都很难做，因为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真的很简单吗？很简单。来，欢迎5位来宾。欢迎5位。
接下来欢迎银行顾问的王牌营养师刘以礼营养师，你好。营养师您好。马上进行第一回合，协力夺金。好，第一回合的协力夺金，请乡里来讲规则。好，这回呢就是讲求团队合作，我们要把奖金累积的很高。那主打者是轮流担任的，每一题有90秒的讨论时间，要赶快取得共识哦，因为奖金会一秒一秒的流失。第一题主打者是我们的卢燕泽，你主打哦，请出题。成语中的数字有时表示实际数量，有时则是数量多的意思。请问哪个成语是实际数量 ？A. 朝三暮四 B. 三妻四妾 C. 不三不四。请作答。3A 2B。来，请开始讨论。来，第一位。对，我的论点是因为我删去法 B 和 C 的数字都可以调换。因为你不可能三妻四妾一定是3个妻4个妾，你可以5妻6妾7妻8妾，不三不四我有听过不大不起，对他也是就是可能讲你就是这个人就是耍之类的，对，但朝三暮四比较像是因为他有时间嘛，早上跟晚上，所以他我觉得他所以你应该是说服他们，不是说服我们，对，听不同意见。聂哥，为什么你的答案跟我不一样啊？我只是觉得好像三妻四妾这样子数字刚刚好，对，就三个老婆，很想要3个老婆是吧？不是其他的好像感觉上都可以多多少少差一点点了，感觉你会觉得是固定？我猜的 ，OK。廖一样，7了，因为我猜应该是某个员外，他有3个妻4个妾，所以他的题目是实际的数量啊，所以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中文博士，就是 A。我的答案是 A。对呀，你们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我是第一个问曾阳晴，曾阳晴说话一定就可以说服大家。对啊，对，中文博士哎，可是会不会他乱讲的？为什么朝三暮四？为什么朝三暮四是真实的？改变了啊，早上是3，晚上就变成4，他是这个人就是没有定见，他就改变。哦，所以确切真实的数字就对了。来，选择的是朝三暮四，对或错？是不是？真的耶！可这句话呢，出自庄子的寓言哦。他说喂猴子的时候，早晨给它3升的橡果，晚上给4升，这实际喂食它们的数量。那其他2个选项呢，都是代表多的意思，娶很多妻，娶很多妾。对，那个是形容词嘛。这个奖金是6728。接下来第二题是海苔熊作为主导，请出题。看似平淡的11月，其实也有很多可爱的节日。请问下列哪个节日是在11月庆祝 ？A. 国际书法节 B. 世界阅读节 C. 我爱写作日。请作答。好，请开始讨论，计时开始。好，B 2 C 先问曾博士猜的，不要问我，问他。哇塞，这个我没概念，我只知道11月快生日了。心怡呢？因为我们都是作家啊，所以我爱写作日啊。建泽呢？我会觉得世界阅读日比较像是一个日子的概念，通常都会有什么世界狗狗日、世界什么日。可是我记得好像之前才刚过世界阅读日，好像已经现在已经10月，现在还在10月。书法节。哦。怎么觉得我的队友都好像不太靠谱？你可以主导啊，你可以靠世界阅读日好像真的过去了。就是过好，那阅读日如果过的话，那就我的答案是 C。我爱写作日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不知道为什么对啊？刚刚为什么会觉得世界阅读日刚过呢？因为世界阅读日是4月23号，那一天是莎士比亚过世的日子，把它定为世界阅读日，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印象刚过。但是没有国际书法节的。那至于呢，我爱写作日是11月15号这个日子哦，是美国的自由作家 John Riddle 他想要创作这一个日子，让大家重视写作的重要，让大人小孩都可以写作哦。原来如此，厉害呢！14478。接下来由聂云来主导，请出题。吃水果也能补充蛋白质，请问哪一种水果的植物性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？A. 百香果 B. 石榴
C 香蕉。请作答。难喽。哇，3个都有人选。 A、B、C 都有，请开始讨论，计时开始。啊，这什么一个状况？主导。只有我一个人选 A 啊？哎，这等，什么状况我要问一？下营养相关的。营养师，我你什么？快什么营养师啊？时间快点！等一下，我觉得好像是 B 或 C 耶。为什么？好，我猜 C 好了。蛋白质。为什么？因选 B 为那的猜 C 个减重不是因为健身的人好像都喜欢吃香蕉，其实这个应该要看那个成分可是健身啦人喜欢吃香蕉，是因为它会排那个 acid 你说钾离子比较高吗它会酸痛。哇，怎么办？你呢我？觉得百香果跟石榴都是维他命 C 很高，但是那好啦个 C 好。对我觉得应该是香蕉，香蕉里面比较有可能。不是，问题我做过节目有介绍过百香果哎。另一个很迷对啊，惘，因为是大陆，真的吗有时候去拍有百香果园拍，然后就说它蛋白质很高啊。老兄能靠你自己啊！你是主答。就没有人要愿意，没有人要相信我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快了，答了。什么？ A 因为你不讲，钱会一直流失。6681。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对完，了你说你在拍摄这个百香果，我在拍，觉得对，我去拍过百香果园呐。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讲到说，蛋白质是蛋3个字。白质很高，就植物蛋白质啊。本来性为的。是百香果。选择的是百香果，对我说。恭喜答对。我有在看本哦。厉害！这题请我们的顾问。好厉害哦！其实这3种水果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，在水果里面蛋白质含量高的。哦但是因为在食物成分表里面，它有同样重量情况之下，100克的情况之下，百香果是2.2克的蛋白质，那石榴是1.7克，香蕉是1.5克，所以答案里面当然就是百香果含量最高。那很多人就会纳闷说，为什么要从水果里面来补充蛋白质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吃素的人，可能相对来讲，他的这个动物性蛋白就是没有嘛。然后另外他可能植物性蛋白吃的不够，就豆类食品吃的不够的情况之下，其实不同种类的食物里面都含有蛋白质，包括淀粉里面也有。像你可以选择一些谷类的那个淀粉，里面蛋白质含量也会略高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像坚果类里面蛋白质含量也蛮高的。然后还有水果里面你可以选择，你看这3种食物都是有籽的，有没有籽含量比较高的？所以相对它的蛋白质也会比较高一点。对，所以对吃素的人来讲，他可能没有像吃荤的人那么就是容易有选择，所以他可以从其他食物来补充。所以差不多1颗蛋是7克的蛋白质嘛，所以我百香果要吃大概3.5颗才是1颗蛋的蛋白质哦。对，但是要考虑到吸收率，基本上来讲，动物蛋白质的吸收率会比较高一点。所以如果吃素的人，就是常常会说啊，蛋白质缺乏，蛋白质缺乏，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不要吃全素，我们会希望说，用蛋奶素相对来讲比较健康。来，总共是21159了哈。接下来由我们曾老师来主导，请出题。苏轼的著名词句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是在描写哪一种感情 ？A. 亲子之情 B. 夫妻之情 C. 兄弟之情。请作答。这难不了曾教授。文学博士直接说：“听我的。”这难不了曾对，教授。听我的，答案就是 C，你们不用再吵了，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会答 B。我的答案是 C。这是苏轼跟写给他弟弟的，对对。什么？对他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，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。对，后人都是误用吗？对，还好残今天有你在，不然别人又有钱，统统选真了。靠你的， 1万块拿不拿到？所以专家很重要。耶！来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专家太厉害了，专家，哎呀，太帅了！这是出自于《水调歌头》里面苏轼写给他的弟弟苏辙，怀念他在远方。对，我相信待会第2轮第1个淘汰一定是曾阳晴，他太聪明了，风头太健了，太强势了。对啊大家有卡不先消灭他，才消灭谁？但奖金先堆高吧。他的奖金31159。接下来由营养师来，请出题。古代小说《红楼梦》的女主角林黛玉瘦弱多病，经常咳嗽咳血。请问她最可能得了什么疾病 ？A. 肺结核 B. 气胸 C. 脑癌。请作答。
哦，4A1B。哦，这个就很难了，来 A E B，请开始讨论。因为气胸很快就要死了，所以不可能是 B 啊，所以我们就猜 A 了啊。对哈，A，他也不讨论这些。他要管彦哲哎，不管彦哲。我在说，我还是很有礼貌的说服了他一下。刚刚有选别的答吗？我选气胸啦，因为想到肺结核不是会传染啊。对，如果他一直在咳，那个《红楼梦》大家不是都肺结核吗？也对哈，有可能。大家都中啊，姥姥也中啊，姥姥每天那边咳，因为它是传染病嘛。对啊，然后贾宝玉马上就死了。我的概念是这样啦。可是那个小说还蛮长的，写了他蛮长一段时间。对，所以我说那么久都没挂，那只有身体特别弱的人才会感染，懂不懂？文学博士连这都了解，是不是？你好厉害哦！你真的很可能会被打败。答案也确定对。棒打出头鸟。选择的是 A， 对或错？真的，恭喜答对。那时候黛玉啊，她的病程是有一个发展期的，她一开始变得很瘦，然后开始会发烧脸红，然后咳嗽，到后面吐血，那时候才慢慢死掉的。等于说这部戏呢，就是在讲她的病情跟她的爱情同步滋长发展，到最后结束。哎，它也不是真实的故事。我们可以浪漫一点吗？哎，这个文学作品哎，不传染，很烦对呀。5题都答对，40814，100%答题率耶。接下来进行第6题。回到我们卢彦哲，请出题。久坐要小心，可能心肌梗塞。请问下列哪个症状是心肌梗塞前兆，千万要注意 ？A. 胸痛 B. 胃痛 C. 头痛。请作答。哇 ，A、B、C 都有人选呢。请开始讨论。只有我选 C 哦。我先听聂云哥。我觉得胸痛那个是太简单了，那个直接拿掉了。那我觉得有很多人就是不舒服的时候，就是整体不舒服，他会以为都是肚子痛。都在这一块，不会那么准确的讲到这里，所以它就是整体的感觉。那海苔兄，我觉得这个胸痛的原因是因为它跟心脏比较近嘛，所以你整个以为是胸，可是其实它是比较靠近心脏部位的痛。我的看法跟他一样，不用看我啊。那营养师，其实也是胸痛跟胃在，但是我后来想，那个卫教单张上面有写心肌梗塞前会有胸痛的行为。对啊，我记得是这样。胸痛吗？那就是直白的就直接选胸痛吗？好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我的答案是 A， 胸痛。胸痛很直接，你自己选头痛嘛啊？对，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听过。心肌梗塞好像后颈会先不舒服，这边这样紧紧的，但因为没有后颈，然后我好像就后颈是有血管啊，它会阻塞啊，所以我就选到头痛嘛，所以我才会先选头痛。但听了大家的，我被说服了，就直接直白一点，因为电影演都是服个心对啊，对，你是不是搞屁事？对，然后就会摸这个，心脏有要跌倒吗？没有。如果以别人来说不敢摸头啊，结果是心肌梗塞，很奇怪。对，然后摸胃，然后心肌梗塞也很奇怪。好了，电影拍都是这样啊。对啊。选择 A 胸痛对或错？答案错了，答案是 B 胃痛。哎呦，这一题请我们的营养师。其实刚刚大家为什么会答胸痛，是因为那个是我们的题目是前兆。那胸痛它是急性的时候，对，急性的梗塞的时候会胸痛胸闷。但如果是在根据研究是在这个发作的前1个月，它会有一些像转移痛的概念出来，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胃痛，或甚至于左边，比如说手肘痛。肩膀痛，或者都会痛到后背去，对，那这个是前兆，就提醒你要注意了。那有的会胸闷，就是用闷，然后呼吸有点不顺畅的这个意思，所以题目是写前兆，就是一些小血栓嘛。对，那如果是真的痛起来，那个就急性的这个栓塞了。接下来海苔兄主导，请出题。我们常用推敲来比喻人做事经过反复的思考。请问这个词最早跟什么有关 ？A. 诗人想不出用词 B. 员外选女婿 C. 拟定作战计划。请作答。好，4A 以 C。
请开始讨论。文学博士又要说话了。我想我先问博士，哎，我乱猜的，不用讨论了，就是 A。我的答案是 A， 太夸张了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没有按到，没有按到。我的答案是 A。都不经过讨论的，因为有文学博士啊，因为有强力可以敲说什么状况啊？我想说，我这一题实在没有概念，我就想说，我是看你的。有啦，他是那个月下什么推，要推还是开那个门，也就是推还是敲那个门，他要那个诗意要出来这样。哦，来选择 A， 对或错？是不是？正确。哇，都靠你了，博士。等一下把我淘汰掉哈。唐朝诗人呢，贾岛他写诗的时候，他就写了一句啊，他就说哦，鸟宿池边树，曾宵月下门。他想说，到底要用敲还是要用推呢？他就在那边想，一直困扰他很久，无法决定，也没发表这首诗。有一次啊，他在路上遇到当时的大文人韩愈，他就直接问说，哎，请教一下，你觉得我要用推比较好，还是敲比较好呢？那韩愈就说，哦，你这样子年轻人哦，想这么多是很好的，代表你对文学很重视，但我建议你用敲比较好。然后之后呢，这个诗人就觉得哇，用敲真的比较好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反复思考的过程就演发成推敲这样一个过程，我们就可以用想很久。那韩愈因为知道这一个字嘛，所以他尊称他一字诗啊，一字诗帮我决定了。师傅的一字诗推敲。接下来由我们聂云来主导了，奖金现在是5万多了哈，蛮高的嘞。来，请出题。不要再说反话了。请问，根据统计，民众最常说的反话是以下哪一句 ？A. 都是我的错。B. 我没事。C. 下次再约。请作答。好活泼。好 ，A、B、C 都有人选。请开始讨论计时。哇，这个统计的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我讲 A 的人什么原因？因为都是我的错，其实但是说你的错。哦，先怪到自己身上，可是威胁你。现在是问题是最常讲。有几个 B？ 我没事就是有事啊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也可能哎，我好像也不说服。没有结论了哈。我选 C 啦，因为下次约通常都不会有下次。客套的，可是不一定是反话。他不一定是反话，下次约也可能是有约啊。就我了。好 ，B。我没事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没事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流眼泪啊？我没事，我没事啊。都是我的错，可以了吧？这类都是反话。那怎么没事呢？问太多了。都是我的错，这3个都蛮像的啊。对啊，这个反话都会讲，但最常是哪一个？最常选择的 B， 我没事，对我错。真的，恭喜答厉害。其实呢，这3个都很常讲，但大家想想看，我没事的时候，其实别人问你的时候，你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所以因为我们都很体贴嘛，我们就说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流露太多自己的负面情感。那下次再约跟都是我的错也有说，也是排行榜啊哈，都是我的错是第3名，下次再约是第4名。好，奖金堆叠到58603了。错。我觉得聂云跟曾阳琪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被消灭跟第2个被消灭。对，因为他们太我都是用猜的，我都是用猜的。哦，强运啊，强运王，强运哎！来，曾老师，请出题。下列哪一种植物性油脂因为含有大量饱和脂肪酸，过量摄取对心血管健康反而不好 ？A. 椰子油 B. 葵花油 C. 橄榄油。请作答。哦 ，A、B、C 都有哎。我只问一个人的意见。A 答案。A 好。哎，大家都是 A 啦。这样拼奖金哦。为了钱。拼奖金啊。对那是因为听营养师的吗？对啊，营养师不会错，因为橄榄油不椰子油就是饱和脂肪酸很多，橄榄油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然后葵花油也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。他现在是说不健康，但反而不好，对不对？过量摄取。我刚刚选 B 啊，我以为是葵花，就是有籽的油会比较不好。这个有人还没听懂就被按掉了。对啊，这个是赌博性的选择，就是用赌的1万块。选择的 A， 对或错？是不是？恭喜答对。要听专家是不是？真的要听专家。这题请我们的顾问解说。
好，其实这3种油看似都是植物油，大家会觉得很健康，但事实上我们营养师常常在跟大家卫教，就是说在植物油里面比较风险大的，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，会造成心血管疾病、身体发炎的有2种油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答案里面的椰子油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棕榈油。那甚至于椰子油里面的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大于猪油。所以呢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号称它是植物中的猪油。猪油，对，所以常常如果你喜欢吃一些糕点类的，比如说像一些什么甜点糕点，你仔细看后面的油，它会写棕榈油、椰子油，你以为是植物油很好，事实上它饱和脂肪酸高，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所以吃素的人常常都是没得选择，因为它的油脂里面它会用棕榈油或椰子油。那为什么用这2种油？为什么不用橄榄油比较好？因为成本。对，就是成本考量，就是棕榈油、椰子油，它是比较便宜的油，然后它又是植物油，但是相反的，它的坏处是比较高的。学到了，他们奖金越来越高了，68000，很高哎！哇哦！再答对一题就78000，如果他们又乱按的话，人家是很有信心的哎，暴力抢答。对，这组是暴力式的。我们真是术有专攻。下一题，最后一题，第10题，请出题。书本不只可以让思想自由，在巴西的监狱，囚犯可以通过做什么事来获取减刑 ？A. 翻译外文书 B. 帮旧书翻新 C. 写阅读报告。请作答。 A、B、C 都有人选 C 请最多。讨论。哦，我选 C。这个不能暴力了吧？因为要翻译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，他一定会很辛苦。帮旧书翻新这个我不太清楚，所以选 B 的是什么？猜的，对，换个书皮啊，C 比较合理。我也觉得是 C， 好，我换了，我觉得是 C。确定。 他的翻译外文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能翻译，所以这个很难做，变成会翻译的减刑，那其他就不公平。对呀。那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要能做的。是。比如说帮旧书翻新。它比较像是劳动啦，你换个书皮啊，弄干净啊，对啊，整理一下。那写阅读报告就是鼓励你要看书，对，你的报告写的再不好，你也在看书，对，就开卷有益，就是这个鼓励性质的。这2样是可以做的啦，所以不是 B 就是 C， 他们通通选择统一选 C， 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其实这真的发生哦。巴西监狱2012年开始有这个阅读就可以救赎你这个计划，那你就是鼓励你读书嘛。你读完1本书可以减刑4天，但是你不能一直读书读到你可以出狱嘛。所以你每年的最高量上限是你可以读12本书，就减掉48天。但也不是说你说我读完了就这样哦，你要写阅读报告，而且阅读报告不能乱写。我不能这样乱翻，不能写1000字然后A 这样不能，还是要真的。你说这本书看完我的心得是什么？对，要言之有物。然后研究发现啊，这些透过减刑再出狱的人，因为他读了很多书，可能他身心有一些变化，通常呢都不会再次入狱，比例大大的减少。哦，对，而且他们通出去变股市大亨了。哎呦，还是变文学，还是变文学博士，出去很爱念书，都开始炒作股票。对，好，你们总共答对9题。77740块，目前是第2高的奖金。对的，但是这奖金只有属于1个人能拿走的。哦，现在和气的很呢。哦，前面是和气生财，对啊，接下来残忍的一面要出现了。进行下一回合，唯我独拿。唯我独拿呢，向你请讲规则。这回合呢是听题目抢答作答，答对1题就可以获得半张卡。那累积到1张卡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选择要淘汰哪一个队友，最后留下来那一位才可以进入第3回合的挑战。对，只有1个人拿走，不会，你们的奖金不会是零头的，77740。那这样怎么办？所以我们整合是78000。直接帮我们加钱呢，不能再要求8万了，因为都有人说，那来个8万吧。78000也只有1个人能拿走，这个回合就开始展现残忍的自相残杀。
这个都是自相残杀，有没有合作过啊？就是干脆我如果说你怎么合作？我们如果说推最强的那个，然后叫他分奖金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，因为你会被淘汰掉啊。因为刚才广告的时候，有人说服我们说让他上他会分，但我觉得好像空口无凭，我觉得会不会是？哦，你现在讲出来是一个保险，会不会是炸敌人的感觉？对，没错。不会，唯有独拿的你会马上就出现了，有2张卡你就看到无情的淘汰谁。对，但是不能乱按抢答，然后又答错了，只要答错一次就丑1、丑2就自己淘汰自己啊。你连续乱按2题答错就自己下去，不用等人家淘汰了。所以这个游戏没有那么简单。唯我独拿，第1题请出题。正式的文学作品常有很多书写技巧，请问最常见的4段结构编句法是哪4个字？请说。心怡，起承转合。起承转合对或错？厉害，当然就是起承转合啊。起，你先讲你的主张，然后承就接着讲一些多加叙述，那转你可以反例来怀疑自己，最后呢再做个结论，起承转合。才会有节奏了哦。对，来，你有半张卡了，恭喜。好，没有，你先不拿好，有1张卡再给你。1张卡才能淘汰。下面题，请出题。可以创作出不同形式文学艺术的职业称为作家，请问作家的英文是？念哥不敢相信考这么简单。是应该是 writer 吧，作家。writer 对或错？就是 writer。哦，如果念哥这个答错会很幽默哦。真的糟糕了。动词加 er 就变什么做那件事的人嘛，所以 teach 加个 er 就是老师啊 teacher， 然后 write 加个 er 就是 writer。writer， 来有半张卡了，好，恭喜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中国文字有6大造字原则，在古代依照物体形状跟特征所创。好，海苔熊。象形。象形对或错？啊，没错，就是象形哎。我题目都没问完呢。对，他们还讲的说要让，就我都会，可是他们都好厉害，还没讲完就。对啊。哎，这个是抢先，就是看不到字。对，有点懵啊，所以你会按错的话就淘汰了。中国文字有6大造字原则，在古代依照物体形状特征，没有念完了，再创造出来的文字被称作是什么？象形文字啊，因为一开始都是看它的图像画来说嘛，所以比方说山、木、手、乌龟的龟，这些都是象形字，就照那个实体反绘出来。对，好，你也有半张卡了，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每年的黑色星期五是购物的重点节日，请问黑色星期五通常在什么节日之后？聂云，那个感恩节。感恩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感恩节的隔天呢，也就是星期五，然后开始大折扣，因为之前感恩节一些东西大家买礼物嘛，没有出清掉的，就让黑色星期五来出清，所以是美国超级大的购物节日。那也恭喜聂云哥获得今天第1张淘汰卡。第1张。聂云，你有这张淘汰卡，请问您的决定是？淘汰了。对，你的决定是？直接，请说出。我决定淘汰的是曾博士。说好的呢？不是才说合作吗？我觉得不是要分吗？我觉得他会反悔了。我觉得他会反悔了。我是那种人吗？前面表现的多好，前面的我跟你讲，每一题我都会，我都按的，都不想。我觉得你把我这个你先按掉，你先按，你现在试试看。有啊。来，曾博士，我就跟你讲，你命我早就给你算好。人性啊，真的。请到旁边休息。因为留他，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不是说好让他最后让他去写字啊？对啊。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叫饥饿游戏啊。对啊。这个射杀。而且叶云哥，你的中文 OK 吗？你到最后一关，你奖金拿得回来吗？他不管别人啊，他现在只管他自己。那就别人也不要拿，别人不要拿，我跟你拼了，好狠的心啊！但是他现在危险了。对。他的卡用完就归零哦。有半张卡的是海苔熊，有半张卡的是我们的心仪啊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 OpenAI 公司统计，
ChatGPT 出现之后，受到比较大影响的是作家还是数学家？聂云，哇，两个都很重要。数学家。说不出来。数学家。是因为我觉得答错只是扣1点而已，什么关系？越感觉上是数学家，可是因为作家之前因为 ChatGPT 罢工，对，编剧，所以闹比较大。可是应该是数学影响比较大。那个后来有研究发现，有确定答案的会被 GPT 影响比较大，但是因为作家的职业没有确定的答案，所以数学是有确定答案。来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没错，要处理数据跟资料有固定答案的呢，会受到 ChatGPT 影响很大，或是像一些金融投资要写商品合约这些，也会受到 ChatGPT， 因为都有公版嘛。那有一些是看创意的，跟劳力的原创性这些比较不会受影响。那作家呢，就算你写出千篇一律，可是最好创意的那个还是会突出，所以作家受到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啦。你马上有半张卡，等一下又要丢很厉害哎。好啊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小说中42章经是武林秘籍，而事实上42章经其实是佛教书籍还是儒家典籍？如果我们没有答案，就不要讲。好，要听一下。没有人答，你可以不用答，不确定啊，不用答就跳过而已啊。博士，可不可以求救一下博士？不行，请作答。什么42？你淘汰人家还问人家？你42经应该是佛教的吧？来，确定？对啊，佛教书籍对或错？哎呦，恭喜答对！哎呦，厉害！对，他淘汰人家还想要人家救他哎，对，真的是世界啊，还要大杀四方哎，你真的实在是，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你自己。42章经不是韦小宝里面的，对不对？42章经其实是佛经没错。传来中国之后第一部译出的这个佛典啊，东汉就有了。那内容就释迦牟尼讲过一些话截取下来，所以他讲过42段话，里面就讲说你如果要出家啊，应该做哪些事啊，然后佛教的一些怎么修佛教啊，这些重要的要领。韦小宝那部戏就已经太后42章经，来有一张卡啦！哇，聂哥，一枝独秀哎！所以你们怎么会不答嘞？我想你要先抢下来，会把握，你今天真的很强运，你好厉害哎！聂云，你现在有这张卡，请问您的决定是？我要淘汰的是。燕泽，喂，为什么我刚刚都没有按出来？他没有半张卡，你为什么淘汰他？可以淘汰有卡的哈。当然啦，Too late。策略，因为你淘汰他之后，你也变0了。对，这样就变成一张卡要淘汰你喽。因为我只是觉得他好像一直都接近要答对，但是就是没有按到的感觉。你就会怕他。对，我会觉得说都是压力是来自于这里，但我好像没有感觉到这边的选择不能改的。来，吴彦哲，请。好，我帮叶大哥翻译，你就是说海苔熊跟心仪你是不放在眼底的。是。不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压力来自于这边。当他离开了以后，我就觉得这边的。我好像注意力没有太放在这里，我该开心吗？我忘记他有一张卡了。好，可是你也未必是危险的，因为他们俩如果答对，拥有一张卡，他会选择淘汰有卡的。那也不一定啊，因为聂大哥，因为你太聪明，人家也可能淘汰你。但我们是希望你过关，因为你中文不好。我们希望都可以守住，对吧？来，请出题。透过操纵心理，洗脑扭曲被害者心态的心理效应。称为煤气灯效应还是灯门槛效应？请说。煤气灯效应。煤气灯效应对或错？没错，就是 gaslighting， 意思说长久的跟你讲说你不够好，不够好，让你觉得自卑了，然后你就慢慢被他操作了。它是有一个很可怕的典故，就是之前在一个戏剧里面，那个先生啊，有一个先生，他就是把他家那个煤气灯特别弄忽明忽暗。然后不跟他太太讲，结果太太呢就一直觉得，老公为什么这灯忽明忽暗，忽明忽暗？
然后老公就说哪有，你生病了吧？然后太太就真的觉得他生病了。是不是有一部作品真的叫做《有个 Under 电 the 影 Gaslight》？对，就是在煤气灯下这个作品，对，没错。是这样来的哦。原来人会被这样影响。对。来又卡了。至关重要的一张。好，现在开始聂云在紧张。对。我不是当然是你啊。但是你没有卡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淘汰了你，那下一题他答对他就再见了。但是聂云哥很爱抢，而且都对。所以这个很难选。接下来海苔熊，请做决定。我要淘汰的是聂云哥。聂云被淘汰了。Goodbye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不喜欢不守信用的人。漂亮啊！是不是？我们都说好私下要分啊，你自己那边大家都说好要分啊。刚那样的玩笑话你也当真哦？我很认真哎，我们也当真哎。第一个说出要分的人是你，然后第一个答的人是你，说淘汰也是你。太跳痛了啦，这样乱杀。好，聂云请到淘汰室。气死了，本来一人可以分2万的，曾博士。现在剩下海苔熊跟廖心怡，目前廖心怡是有半张卡，海苔熊要据理力争哦。如果你再答对一题，比赛就结束了哦。请出题。研究指出，年收入越高的人，他们的父母通常也会长得越好看，还是学历越高？越好看，越好看，对或错？比赛结束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长得漂亮其实是会遗传的。那长得漂亮的人呢，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啊，不得不说都是比较顺的。那机会很多，工作也比较多，收入当然会比较高啦。对，我刚好有看到新闻。原来是这样，他只要关键一题就可以结束了。从头到尾大家都没理过他。恭喜78000廖心怡取得挑战权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啊，78000这奖金是第2高了。恭喜你，恭喜心怡。心怡，来，请插卡，金库请打开，里面有78000的现金是属于你的奖金，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请出示2道密码。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53画的难民无良，或是总笔画50画的82年拉菲。拉菲那是贵很贵的酒。一瓶有时候几十万啊，上百万。你说一瓶哎？对，红酒啊。你有喝过吗？我没有，但听过。哇，这2个加在一起的形容是好极端哦。对啊，出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你看，难民啊，就尸横遍野啊，或者是家徒四壁啊，穷困潦倒啊。是，但因为产权人民不聊生。要53画比较多， 53画算有点多。对啊，对，50画也很多。82年拉菲那个酒池肉林啊，酒池肉林，纸醉金迷啊，纸醉金迷啊，对不对？那我选82年拉菲。你想喝啊？想，有喝过吗？我现在需要来一杯，好紧张哦。因为你知道，应该知道喝红酒都知道拉菲。对啊，红酒好。好，选择的是82年拉菲，来，请锁定。难民无良会写什么样的字呢？来，请出示。我不会。儋州湖口。这个儋其实也是州的意思，它是比较狗一点的州啦，然后州是比较稀的州啦，只能吃粥来糊口了。82年拉菲准备考验了哈，题目一出来1分钟，先清除再写字再写密码了。好，82年拉菲是什么题目呢？请出题。玉叶琼浆，或是等一下，还没计时，想清楚了哈。叶琼，这形容太好了啊！来，计时开始，清楚。叶或是意。琼，
错。也比较担心的是笔画。哦，这个字难，请写。江，这次没有比刚刚那个简单多了哈。对，这点是有点停，笔画有点复杂。密码05121315，对或错？密码就已经错了。是。来几秒？还有用了41秒，你还有19秒哦。还可以改，来得及。19秒，想想看，你7万多块了。计时开始。停。还有，我就算你还有10秒好了。密码05121815，对或错？错。10秒钟给你看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哎，不对。写完它，写完它，写完它，已经写完了。这个字不会，也不会因为给他再写，他就会。05121215，对或错？可惜刚刚差一点要结合啊！我们看正确解答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穷。真的要结合在一起，而且它的意多一个，多一笔画，你那个怎么突然长一个双眼皮出来？对，我刚刚也觉得怪怪的。寓意琼浆，我们跟他说拜拜。哎呀，可惜。琼浆异域真的不好写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个第一个更难写吧？第一个超难的，山州虎口真还是山州虎口嘛？很难。这个如果曾老师来的话，可能第二个还有机会，第一个恐怕没有机会。他说很少用，但他刚刚说他会耶。他刚刚说他旁边看，他说超容易的。他说怪力大哥没有让他上去写。你要请家教好不好？要请家教。没关系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了。晚上帮你锁定，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。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